3、2、1，好，嗯，陈老师好，小马老师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今天呢会说到一个语法是叫啊，还有让。然后呢，我这边准备了几个问题要问你，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你说吧。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比较简单，不要紧张。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开心？嗯，其实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觉得每天早上起来都喝一杯咖啡，这件事会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我开始了我这一天。然后中午喝一杯咖啡，让我会更开心。可能每天3杯吧，每天差不多3杯咖啡会让我觉得我这一天都有很多能量，然后让我觉得心情不错。但是如果有一天不喝咖啡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开心的时候。所好，以早上一杯咖啡让你很开心，中午一杯咖啡让你很开心，晚上一杯咖啡让你很开心，不是晚上，是下午，晚上喝不了咖啡。下午，好的，对，好。那对我来说，早上一杯咖啡让我睡不着觉，中午一杯咖啡让我更睡不着觉，晚上一杯咖啡让我不用睡觉。不用睡觉。我喝咖啡不会让我睡不着，我觉得喝啊，咖啡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嗯。嗯哼。所以喝咖啡让你很开心，还有别的吗？嗯，我觉得喝咖啡就是我一天以来，每天以来就是最开心的事情，可以让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别的事情，可能工作嗯，准备的比较好，也会让我开心一点儿，因为我们都是工作狂嘛。如果准备的不好，可能我会很担心。但是准备好了，我觉得我很自信的去上课，然后这节课上的很好，也会让我觉得，今天做的不错。就是如果你的工作做得很好，这件事情让你很开心，对不对？对，是的。嗯，好，嗯哼。所以是咖啡、工作，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如果是吃甜的东西会让他很开心，你有这样的想法吗？或者说你不喜欢吃甜的？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吃甜的东西并不会让我觉得开心或者不开心。可能，但是，跟朋友一起吃甜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开心，所以可能嗯是一起嗯。跟朋友的那个感觉让人觉得开心。所以那不是甜的东西，那是因为朋友让你开心。对呀，对呀，对呀。其实对我们贵州人来说，吃辣的才会让我觉得开心。我同意，我同意，因为嗯哼。辣的东西很好吃，所以其实就是美食，对吧？吃美食让人很开心。嗯哼，嗯，对。好，那我们说到了让你开心的事情，那有没有别人说什么很奇怪的要求，让你觉得很奇怪，让你觉得呃很奇怪、不开心之类的？嗯，不开心没有，但是最近遇到一个事情，确实让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儿嗯，奇怪。就是最近，说一说。最近嗯不是过年嘛，然后过年嗯。我们都会给小孩子红包，给他们钱。然后有一次我就带我的侄子出去，然后在路上碰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就让我的小侄子跟她换钱，她想要我的小侄子的压岁钱，她想要我小侄子的红包，但是她会拿她的钱跟我的小侄子换他的红包。她说，因为这些钱是很幸运的钱，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可以让他的生活越来越好的钱。他让要谁让这个让谁的女人，生活让哦好对，这个女人，她是想要小孩子的这个幸运，想要小孩子的 lucky。她说她要放这个红包在她的枕头底下，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潜在他的头的下面，这样会让他越来越幸运。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儿奇怪，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会要小孩子的红包，然后是为了幸运。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奇怪。但最后还是跟他换了100块钱。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奇怪，真的奇怪。对啊，我没有听过这个要求，你听过吗？我们那里有很多别的奇怪的要求，我觉得都是迷信。是的，是的。比很迷信如说，对，比如说，如果是他是刚结婚的人，他结婚了，然后小孩子，如果他的小孩子的牙掉了，他会让这个新娘摸一摸他的牙，会长得很快。啊，迷信。新嗯娘，那万一没有嗯，新娘怎么办？他让谁来摸这颗牙？好问题，好问题，他的牙还是会长出来。好吧，他觉得，他觉得这样可以让他的牙长得快。嗯，嗯，我觉得好。对，嗯。就是老一辈的人都总是会有一些要求，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嗯，对吧？所以我会认为，对，我会认为它是一种迷信，就是觉得和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是比较好玩或者有趣的也可以做。嗯，对对。有没有什么事情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不让你做，但是现在你自己可以做，或者说你让自己去做？有啊，这样挺多的。其实小时候，比如说小时候，我爸妈不让我吃零食，就是他们觉得零食对身体不好，或者对牙齿不好，所以他们从来不让我吃零食。真的，我小时候没有吃过，比如说薯片，我家里都不会买这种东西。但是长大了以后，自己有能力了。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让自己去享受零食带来的快乐，所以我会让自己去买零食，去买糖。比如说最近我不是生病了嘛，然后去完医嗯院以后，我回来我就买了很多蛋糕和糖，因为我觉得吃这些东西会让自己觉得开心一点，就像让自己舒服一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父母小时候不让我做，但是现在我要做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小时候父母不让做的事情应该是找男朋友。对吧？就是，嗯，我觉得我到了大学1年级、2年级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找男朋友，他们就是觉得小时候就应该专心学习，不要那么快的找男朋友。然后，但现在他们让我找了，我也不想找。对，现在他们很着急，他们让我快点找，快点找，但是现在我跟他们的想法又相反，我也不想找，所以这是我跟父母一些想法上的差别。嗯，我觉得这些差别应该都有。比如说，你可以说父母说，啊、好，在大学毕业以前，我们不让你有男朋友，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会让你马上结婚。对呀，这怎么可能？我小时候都唉，没有，就是嗯练习过怎么跟一个嗯男生接嗯。触，怎么去跟男生聊天，我怎么可能大学毕业以后马上就结婚呢？所以我觉得父母，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父母有一点奇怪，小时候不让你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毕业了，马上又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你不做你就是不对的，所以就会让我们的人生感觉很着急，很焦虑，很内耗。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结婚不是一个事情，是需要你人生你的这个中间的一个需要做的，需要做而已，就非常简单，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很重要或者意义，就是我们看来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你的作业，不是你的。
体验，不是你的经历，只是一个作业。那你会做什么让自己比较出格的事情吗？嗯，我觉得"出格"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词语啊，就是做一些不正常或者是不好像，在哦，每个人的那个标准水嗯，平里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说是出格。那我做过呀，就是长大了以后，我可能会偷偷的去见网友，出去就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去见他们。我觉得这个在我的父母他们看来是非常不正常以及非常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会去做。就是在现在还算吗？现在工作忙了，可能见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出去跟网友见面，然后聊聊天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可能在别的国家来说不算是出格的事情，但是在中国，我会让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让自己去冒险。还有一个出格的事情是，我会自己去旅游。我一直以来都不会跟朋友去旅游，我会让自己一个人去做计划，然后自己一个人坐火车，然后让自己一个人坐飞机，然后让自己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乡村，去体验一个人旅游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可能也不是很能理解的，因为我有很多人朋友问我，你怎么不跟朋友一起去啊？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享受一个人出去的这种感觉。嗯哼。我觉得这些事情在我看来也不算是出格的事情，我觉得算是一种独立，或者说是你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让自己更开心，或者说让自己有一种新的体验，对不对？嗯，对对，嗯，在我们这代人来说不算出格吧？对，是的。对，在父母那辈如看来挺出格嗯。的。是的，是的。比如说，如果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要染红色的头发，在父母看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出格的事情，对，但其实，让父在我们母会很生气。嗯你让他生气，在我们看来嗯嗯就是很酷、很酷的一件事情。嗯，对的对的，嗯是的。就像今年我的表妹剪了短发，就是她剪了和男孩子一样的短发，我觉得让我很羡慕。因为我觉得非常酷，但是就会让她的父母有一点生气，他们会觉得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嗯，明白。嗯，这种，是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以接受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就是对的，我们会让自己的嗯，世界越来越大，所以对。就还好。好，那我们来说下一个是说，还有一个是，你最受不了老板叫你做什么？嗯，老板叫我做什么啊那可多嗯了。老板叫我做的事情我都受不了。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遇到过特别好的老板，但是也遇到过特别不好的老板。就是有的老板他可能不太明白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他就会去叫你一直加班，然后去帮他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也不会嗯给你相应的工资，他也不会给你工资。或者是说他会叫我去做我专业外面的事情，比如我的专业就是做一个老师，但是他可能会叫我去打扫卫生，去打扫一个教室，去帮学生洗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我来这里工作是因为我想教学生，但是你去让我做一些别的事情，其实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老板叫我去，总是叫我去做一些跟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觉得找老板应该要找一个，就是他可以欣赏你的能力，他也知道你在哪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人。嗯，有的人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做事情而已，那这样的老板就可以不用给他工作。
那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叫做向上管理。向上管理就是你叫你的老板去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可以给老板安排。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非常的舒服，然后会觉得哦，老板觉得很满意，你也会觉得很满意，不会出现老板叫你去打扫卫生，叫你去洗东西，叫你去做一些专业以外的东西，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老板更多的是出现在年轻人里面。如果这个老板他的思想比较嗯开放的话，他嗯会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他会叫你去做嗯你专业的东西。嗯但是我嗯知道的很多人的老板，他其嗯实跟我们不是一代嗯人，然后那些老板总是会叫他们做一些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然后他在自己的领域，在自己的行业也得不到提高，所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的，是的，因为嗯工作嘛，就只有同事和老板，那嗯，这些事情是最难处理的一些问题。是的，所以我嗯觉得，可以认识到你的能力的老板嗯才是好老板。所以，嗯，嗯，这是我工作那了两好的，三年的经验。那我就祝你成为自己的老板吧。好好，谢谢谢谢，就是我会做一个非常好的老板。我不要做你的员工。我不敢不敢。好了好好的，了好了，好的，好，嗯那我的问题就说完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嗯，暂时没有了，就这些吧。行，那我们拜拜。下次再见了，拜拜。嗯哼。